你会看到这个是因为我忘记录开场白了。我那时候去日本就是什么都没有录什么飞机什么的全部都没有录，然后就直接开始玩了，嘿，不应该。Anyway，反正这就是我带我妈去福冈，然后一路玩到熊本，然后我们掺杂了一些大景点、一些小景点、一些必去的、一些比较 niche 的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就一起看下去。Let's go！ 开始吗？开始讲了。开始了。这里是九流米。说到这座城市，大家多半会联想到轮胎工业。原本以为这里会是冷冰冰的工业感，没想到躲进石桥文化中心，像是闯进了一个安静的桃花源。这座公园是当年当地轮胎公司创办人石桥正二郎送给市民的礼物。他希望能把艺术与美留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今年刚好是开园70周年，园区里种了2000多株500多种玫瑰。走进花圃，空气里都是淡淡的花香。其实我一直不太懂花，总觉得玫瑰就长那样，花就长那样，为什么大家就是要千里迢迢跑这一趟，为了花海？但是那天看到我妈这样一路上看到什么花都要停下来，整个园区跑来跑去，看看这看看那，每个都要拍到，我就也开始注意起那些我平常根本不会认真看的花。可能有些地方本来就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才记得，而是因为身边那个人很喜欢，所以后来你也记住了。那天的九流米对我来说大概是这种感觉。除了花之外，旁边有很可爱的小美术馆，还有纪念馆。如果大家去的时候很热的话，可以去那边避暑。难怪那边都会走错。你再说一次是什么？九流米。他早上一直说是流米白。流米白讲完之后又说长流米。到底九流米的日文是什么？什么米？后面有个米。可鲁梅。学那么久忘光了。我们搭错车了，再等下一班搭回去。上次来太宰府的时候，本来就想去灶门神社，但是因为上山的小巴时间很难抓，然后排队人很多，所以最后就没有去成。那这一次我就反过来，先直接上灶门神社，再一路慢慢玩下来，我觉得这样顺很多。灶门神社其实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以前因为就在太宰府附近，是很重要的祈福场所，所以以前要出远门的人都会来这边祈求一路平安。不过现在大家来这边最有名的就是求姻缘，而且不只是爱情，可以求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缘分。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跟《鬼灭之刃》有一些很巧的连结。因为主角叫灶门炭治郎，这边是灶门神社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服饰啊，跟里面的元素很像，所以鬼灭红了之后，很多粉丝会特别来这边朝圣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变得更有名。那我自己觉得这间神社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虽然历史很久，但是卖玉手的地方超级现代，那个 view 很好，然后玉手也做得超好看的。从灶门神社下山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太宰府天满宫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祈求学业跟考试顺利，所以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跟观光客。进到里面会先看到牛的雕像，因为牛跟菅岩道真很有缘，所以很多人会去摸摸，希望可以带来好运和智慧。太宰府啦，太宰府。来摸那个牛头，脑子练好。也是一头牛。再往里面走，会经过新治池上的太古桥。
这三座桥分别代表过去、现在跟未来。走过去的时候，也有一点慢慢整理心情的感觉。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去的时候，本店正在整修，所以看到的是期间限定的临时本店，屋顶向上一座漂浮的岛，跟一般想象中的神社很不一样。其实往后走一点，还有一座天开道和社，那边是拜偏向开运跟商业顺利的。红色鸟居一路往上，比较安静清幽，但路比较陡。如果是长辈去的话，要看体力再决定要不要上去哦。像这一次我就没有带我妈去，因为上一次我自己爬的船的乱七八糟，我觉得很像比较短的象山，但阶距比较大。不老茶屋，哎，茶屋吗？是日文没有学好，所以把所有的汉字都当中文字在念。这没有观光客了，我开始害怕了。有太阳就比较不可怕。修炼的路上总是孤单的。开始乱讲话。You tell me stay in the moment, but my head's spinning out, going down, crash landing. Couldn't fake it if I tried. You say keep your focus, got my hand on my heart, it's loud. 10个去福冈的人，哎，不对，是11个都会来游步院。每次看大家打卡，真的不来朝圣一下，好像说不过去。我们这趟也跟风来报道，随寻晃了走起来像童话绘本的小镇，也去了波光粼粼的金陵湖。游步院的慢步调真的很疗愈。很多人以为游步院天生就长得这么浪漫，这么有质感，但你知道吗？这里的一切其实是当年当地人炒出来的。几十年前，当日本到处在大兴土木盖高耸的水泥大楼时，游步院的居民跟旅馆老板集体抗议，死都不让大型财团进驻，誓死保护，努力保护这里的山景跟矮房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样子。超级甜。但说真的，我印象最深刻，深刻到我现在还念念不忘的，其实是猫头鹰之森诶。本来就想说抱着随便去看看的心态，结果超级可爱，真的是超级可爱。它们的毛真的是有够蓬松的，然后又很呆，又有点严肃，某种反差。它们就会转头眨眼看着你，或者在睡觉，一边睡觉一边营业，超级可爱。推荐没有看过猫头鹰的人去看看，真的不一样。And it's spiraling, and it's silly, but I can't help thinking, what if I fall? Make a mess of it and ruin it all. What if it's my 一走到南石港，一定会想说： I'm missing 哎， the market? 这里怎么长得这么像欧洲？其实是因为他以前超级有钱。100年前，这里是日本赚大钱的国际大港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跨国生意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，其实就是当年的繁华，被时光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。走在这边，真的随便拍都很有电影感。看出去有一座桥，这座桥其实有个很可爱的身份，它是日本全国唯一专门给行人走的跳开桥，就是它会打开，像翅膀那样打开。当地还有流传一个传说，说只要情侣2个人一起走过这座桥，就可以永远在一起。所以这边也是很知名的情侣圣地哦。最后一站，我们回到福冈市区的大好公园，名字听起来很豪迈的感觉，但其实就是护城河的意思。以前是防御用的城池，现在变成大家日常最爱来野餐、跑步的地方。而我们呢，就是专门来放空的。
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一路看我们打打闹闹、说说笑笑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还是我回台湾好了，你为什么一直喜欢？你看，你大湖公园坐坐，你也很舒服。对啊，当然了。你说什么？网络上面看到什么啊？用牙线削苹果。牙线哦，我说怎么可能？我说不能用咬的，我就看你用牙线。结果呢？太累了。请问是被老鼠吃了吗？请问，还不如直接咬。